姜岩是一个暴君，所有人都怕他。忠臣骂他，他杀了；奸臣夸他，他砍了9族。那天，我爹颤颤巍巍地走到他的面前。后宫空虚，陛下要为皇嗣考虑。所有人都在猜我爹会怎么死，姜岩却扶起了我爹。国丈所言极是。国丈不行啊，陛下，小女她什么？她脑子有病啊！朕就喜欢脑子不好的，即刻召姜家2小姐入宫，朕倒要看看她脑子有多不好。是那天，我爹心如死灰，和抱着圣旨的公公一同回家，路上哭晕了5回，多亏公公有些功夫在身上，干脆把我爹一起扛了回来。公公见我2眼之间对不上焦，又想到了什么。夫人赶紧给小姐收拾些东西，即刻进宫吧。爹娘拉着我的手，哭得像个泪人。希儿啊，爹娘要教你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来日闯出塌天大祸来，可千万别供出爹娘和9族啊！我一定要当上宠妃给你们看看。人人都不看好我，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，他们是对的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当天夜里我就被陌生的皇宫吓哭了，所有宫女来哄都不好使。娘娘，您哭什么？是不是想家了？我是害怕姜岩啊！哪个不听话的孩子没听过暴君的威名？简直是童年阴影。吵什么？传闻中青面獠牙的暴君，原来是个颇有风姿的美少年。擦擦口水。你可认得朕是谁？当我是傻子吗？居然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。你是我夫君。被姜岩这么一闹，我反倒有些困了。我不饿，中午不想吃了。娘娘，陛下让您去御书房试驾。娘娘，陛下让您去御书房试驾。去御书房的路9转18弯，和我的命一样曲折。如果我有罪，请用法律来正裁我，而不是让暴君来折磨我。参见陛下。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给朕磨磨。他不是暴君吗？批什么奏折啊？好累啊！这暴君这么迟钝吗？在暴君怀里看他批奏折，是红豆吃多了想死吗？天娘啊，快来一个人救救我！陛下，户部尚书求见。爱妃想去哪儿？刚刚不得体，这下得体多了。你抖什么？你来干什么的？陛下刚刚登基，天下才平定，百姓困顿。此时大兴土木，修建长城，陛下可有考虑过百姓？可有考虑过国库？我被户部尚书那一嗓子熬得七魂丢了3魄，说半天原来是他掏不出钱啊！先帝昏庸，奸臣当道，国库亏空多年，姜岩散尽家财，造反上位，对着穷得叮当响的国库，恨不得随先帝去了。我家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，我有钱。尚书大人说的在理，国库空虚这么多年，尚书大人却从未亏待过自己。微臣家中世代从官，两袖清风，绝不会行不端之事。是吗？那朕就派人替尚书大人查一查9族。如果真和你说的一样，朕得赐你加官进爵；如果不是，朕赐你五马分食。你抖什么？怕了？没有。朕最讨厌别人骗朕。爱妃这么乖，会骗人吗？臣妾骗谁都不会骗陛下的啦。是吗？爱妃可千万不要让朕失望了。
姜妍要处理户部尚书，一连好几日都没进后宫。我身为皇后，险些忙不过来，不是给莲藕挖洞，就是给草莓挖籽，偶尔还会去御花园锻炼身体。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。直到某天，好家伙，密密麻麻全是名字啊！后宫与前朝勾结，我爹是生怕我们九族能活下来啊！我看这张纸，越看越像给阎王点卯的名单。不会吧，这就来收我来了？太后娘娘有请。当今太后和皇上关系不好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你就是妍儿娶来的皇后？哼，上不得台面。要不是姜家富可敌国，你有些价值，这个皇后也轮不到你这种人来当。哀家说话难听，你也别在意。就算是皇上站在哀家面前，哀家也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打人疼，你也别在意。哀家瞧你还算聪慧，是个实心人。今日找你来，只想问你一句，你可想出宫与父母团聚？我想，怎么能不想？想的御花园的杨柳都快给我拔完了。很好，只要你帮哀家一个忙，哀家保准你能与父母团聚。什么忙？皇上体弱，哀家这儿有一瓶神药，你只需要把这药粉每日撒进皇上的饮食中，定能保皇上身体健康。皇上与哀家有些嫌戒，为了皇上好，此事你万不可告诉他人。多伟大的母爱，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感觉，我可太懂了。太后娘娘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包靠谱的。这位大人，我们可是在哪儿见过？可能帅哥都长着同一张脸。此处荒僻，娘娘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来这儿转转。娘娘还是少来为好。太后身体抱恙多年，娘娘莫要染上了病气。有病的不是皇上吗？娘娘问的是身体还是精神？那的确很有病了。那大人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陛下让卑职请娘娘去试驾。我说呢，这小子不就是姜妍身边的带刀侍卫吗？陛下，娘娘来了。爱妃忘了自己的位置吗？没忘。爱卿们今日是为户部尚书求情来的，臣等誓死追随陛下，都觉得户部尚书罪有应得，是吗？当然，陛下英明神武，是一派明君，陛下勤垢为民，令臣钦佩啊！这是拿准了姜妍是个昏君，搁这儿拍马屁呢。微臣能得陛下赏识，死而无憾。哼，那朕就赏各位爱卿一个全尸吧。姜妍她疯了吗？陛下饶命啊！微臣犯了什么错？微臣都改。朕明明是昏君，爱卿们却说朕是明君，如此睁眼说瞎话，你们是想欺君吗？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这种场面怎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现一次啊？多日不见爱妃了，爱妃不想和朕说说你最近见过什么人吗？剑都抵在脖子上了，我只能对不起那个人了。臣妾要告发户部侍郎江峰勾结后宫，罪不容诛。爱妃可真是大义灭亲。陛下赎罪啊！此事与臣妾无关，都是臣妾父亲的错，要索命就索他的命，千万别索我的命啊！爱妃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朕怎么忍心怪你？朕若是昏君，你就是那妖后，我们二人可是天生一对呢。我没听懂姜妍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回去好好休息，不用多想，就算想也想不明白。由于我的举报，朝中的大臣没了一半，御林军抓人抓了整整5天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怨气比鬼还抗。他们不敢骂姜妍，只能嘀咕我是那祸国妖后。姜妍听到后，派人把带头鼓动的人抓了回来。呵，这哭得稀里哗啦的不是我爹吗？呵，这哭得稀里哗啦的不是我爹吗？爱妃，这该怎么罚呢？这种罪人就不配为官，依臣妾看，就该革职，让他告老还乡，继承家业，和臭铜钱过一辈子。好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陛下，您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既然爱妃开口，那便依了爱妃的意思吧。朕以前以为爱妃脑子不好使，今日看来是朕看走了眼。陛下说什么呢？臣妾听不懂。爱妃很怕朕吗？臣妾怎么会怕陛下呢？都怪我爹人不行，怕哪里得罪了陛下，惹来杀身之祸，才想了这么个馊主意，辞官回家。这一切臣妾都不知情啊！演技浮夸又劣，回你的宫殿好好练练，再来找朕。陛下，冤
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姜妍喜怒无常，油盐不进。朝臣想讨好，都不知道从何处下手，只好把注意力放在我这个祸国妖后身上。没过几日，内务府送来了一批宫女，我走到哪儿，他们盯到哪儿。陛下对娘娘真好，莫不是娘娘有什么秘术？陛下喜欢哭起来好看，声音还大的。殿内瞬间都空了，我估摸着是去传消息了。我瞧没人盯着我，赶紧去了太医院。娘娘，此物大补，当心补过了头，您要吃苦头的。他肯定误会了，这药丸是我瞧太后身子骨不好，送给太后老人家补身体的。张太医，你瞅瞅这是什么？此药乃绝世好药，名为痛苦去无踪。太后真傻啊，明明自己都没几天能活了，还把这么好的药用在姜妍身上，这就是母爱啊！娘娘，今天可没有莲藕给您祸害。本宫随便看看。对了，哪个是太后的膳食？太后身体不好，忌油水，皇上下令太后每顿越清淡越好。这哪是忌油水，这分明是虐待四旬老人啊！天杀的姜妍！最近天气酷热，你等会儿找人把这碗绿豆汤给皇上送去。得嘞。太后不舍得用的神丹妙药，我来帮她。至于姜妍嘛，年轻气盛的，吃点小药丸补补就够了。今天又是做好人好事的一天呢。娘娘，陛下请你去养心殿用膳。不会是被姜妍发现了吧？爱妃，此物可眼熟。臣妾不知呢。御书房主事的说，这是爱妃特意给朕做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爱妃想毒死朕。无稽之谈，陛下千万不要信。朕信了。陛下，臣妾对陛下的心日月可见啊。朕只相信亲眼看到的。心寒，彻底的心寒。放那么多药丸做什么呀？江西，你好狠的心，敢联合外人来骗朕！江西，你好狠的心，敢联合外人来骗朕！好痛！送皇后回宫。我被禁足了，更准确的说，我失宠了。心眼儿比还小的大吊军，给他补身体还补错了。早知道就不给他办大补丸，应该办鹤顶红。我以为那些大臣派来的眼线，在看到我失宠后会立刻消失，没想到不仅眼线没走，朝臣还上书为我求情。姜家富可敌国，陛下三思啊！我爹听说这件事后，连夜派人送来了几条船的金银珠宝。可日，围在凤仪宫周围的侍卫被撤走了，我却哪儿也不想去。自从钱到位后，姜妍再也没来见过我，我心里莫名的难受。回想起我们以前的种种，总以为我在他面前是特别的，没想到他是图我家的钱。我彻底心寒，一心只想出宫和爹娘团聚。我寻思着太后说只要把药粉用完就准我出宫，于是我日日去御膳房往太后的清汤白菜里添点料，又怕被太后发现姜妍没变化，我只好愤恨地往姜妍的饭菜里拌几粒劣质的大补丸。这次我长记性了，先把大补丸全磨成了粉，再拌到饭菜里，谁也看不出来。就算被姜妍发现也无事，反正我爹会送钱来赎我。哀家交代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您放心，妥妥的。姜妍身体健康，太后也健朗了，一举两得。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这孩子打小就聪明。你出宫的事，哀家这几日会打点好，回去等好消息吧。娘娘，陛下早朝时突发恶疾，整个太医院都赶去养心殿了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给我凌迟了。出去！他居然赶我走，走就走。娘娘，您给陛下喂了多久的药？1个月啊。不是，就吃个大补丸，至于吗？是
侍卫线中心我能理解，可为什么把剑对准我啊？把剑放下，过来。一会儿出去，一会儿过来，当我是狗吗？我是一个有骨气、有人格的人。外面在造反，谁不要命了要造你的反？不会是我爹吧？不是，是我娘。这是补药下多了，给这娘俩脑子吃坏了。别乱看。多年未见，母后懂了规矩，肯向朕行大礼了。孽障！哀家真恨当年没能掐死你。母后说笑了，朕若是死了，谁能在今日为您收尸呢？好你个废物！哀家让你下毒，你个蠢货把毒下在了哀家身上。哀家一世英名，居然着了你们二人的道。你给太后下毒了？什么毒？那不是绝世补药吗？痛苦去无踪啊！张太医是知道的。此药服用一段时间后，表面滋补，实则内里全被掏空，痛苦去无踪，死得更安心哦。那你给朕吃的是什么？大补丸啊！张太医也是知道的。是的呢，娘娘专门去太医院向微臣讨药的。此药对男人来说特别好。以后不要再去要这种药了。哦。陛下身体无大碍，你在养心殿等朕，朕去处理些事情。看来这皇宫是出不去了。明明走的时候身上烫的人，回来却冷得跟冰块似的。爱妃，你想出宫吗？你走了，朕就真的成孤家寡人了。太后她咽气前曾说，她最恶心的人就是我，她到死都在讨厌我。其实她装可怜装的一点也不像，但我还是心疼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走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答应过不会骗你的。你是图我家的钱才娶我当皇后的吗？爱妃，有没有人说过你记性很差？还真有，不过那是一个很爱哭的小鬼。他说他娘不要他了，我瞧他可怜，就在大街上捡回来了。你说爱像云，要自在漂浮才美丽。我终于相信，他走的时候还说会回来找我呢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恐怕就算他现在躺在你身边，你也认不出来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认不出来？太阳快出来了，没得睡了，不如来做一些提神的事。我是一个暴君，从出生起，钦天监就预言我是一个不祥之人，克父克母。父皇惜命，给襁褓中的我封了一个瑞王，然后扔去了偏远的封地。自我出生后，父皇奢淫放纵，任用奸臣，朝中事务一概不问，全由母妃处理。母妃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她渴望坐上父皇的位置。于是他找来心腹，每日往父皇的酒水里添些秘制毒药。表面看起来父皇正值壮年，实则身体全被掏空了。没过多久，父皇一病不起。母妃借口要子女进宫试鼻，实则是把皇子皇女们软禁宫中，慢慢毒杀。但我的封地实在太过偏远，那些杀手根本走不到我的封地，更别提刺杀了。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杀手都会死在路上，所以我决定先发制人，招兵买马，杀进皇宫。很不巧，刚进皇宫，父皇就轰了。我成了唯一一个幸存的皇子，皇位来的不费吹灰之力。我二话不说，先把母妃软禁了起来。他丝毫没有反抗。等开始处理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后，我才明白，他料定我对这些烂摊子连从何处下手都不知道。奸臣当道是真的当道，满朝文武居然没一个好人，国库空虚。再过几个月，我连大臣的俸禄都拿不出来了。放开我！我看着那些说风凉话的奸臣就烦。
来一个我杀一个。很快，我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直到有一日，户部侍郎颤颤巍巍地提醒我，该娶皇后了。我记起了很久以前我还是瑞王时，一家3口迷路，因我指错路而误食了封地周围的毒果子，险些没救回来。看这神情，户部侍郎应该没认出我是当年那个指错路的小子。仔细算一算，他家那个不太聪明但人还不错的女儿，也是时候要成亲了吧。朕瞧着江大人的女儿就很不错。是，陛下，江家女儿已经到了。江家的记性都很差，你可认得朕是谁？你是我夫君。他也没认出我，亏他当年花了那么大一笔钱，在大街上把我买下来当向导。当皇帝的生活很无趣，我却颇爱逗他玩。每次他被我吓唬得眼泪汪汪时，你抖什么？我都恨不得把他搂进怀里，狠狠欺负一番。若是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也好，但陛下，皇后去见了太妃娘娘。母妃心思阴沉，说不定是她使的离间计。宣皇后来见朕，我等着她告诉我母妃的事情，她闭口不谈，反手把她亲爹举报了。或许她心中有别的顾忌吧。我没忍心拆穿她。又过几日，她在我面前做了一场戏。这种罪人就不配为官，依臣妾看就该革职。好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借污蔑皇后的罪名，让他爹告老还乡，远离乌烟瘴气的朝堂，也远离阴晴不定的我，真是好聪明的计谋。可他一哭，我心又软了，演技浮夸又劣，回你的宫殿好好练练，再来找朕。其实，在哭戏的造诣上，他已经登峰造极了。若是再进步，恐怕我要把皇位让给他做了。一连几天，我忙着处理被一锅端掉的奸臣，好几日都没见过江西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手里有太后给的毒药。也许她并不知情，毕竟太后惯会忽悠，就算她知道那是毒药，也不一定会对我用。陛下，这是皇后娘娘特地给您做的。她就这么讨厌我，讨厌到生怕毒不死我吗？去请皇后娘娘过来用膳。是。江西，你好狠的心，敢联合外人来骗朕！我第一次对她用了那么大的声音说话，她被吓得眼泪直掉。陛下，毒都下到您面前来了，您还要包庇皇后娘娘吗？这不是还没毒死吗？送皇后回宫。侍卫去凤仪宫围了2个时辰，我便觉得惩罚的差不多了。来人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我事先提点了几个大臣，让他们带头为皇后求情。准奏，解除皇后禁闭。谢陛下隆恩。朝堂上没了一半的人，我忙着挑选新人，一时竟忘了问江西最近在做什么。但很快我就知道了。快速传张太医！出去。走就走。他给我下的药，他还有理了。把剑放下。一会儿出去，一会儿过来，当我是狗吗？外面在造反。哀家让你下毒，你个蠢货把毒下在了哀家身上。太后怒斥一番后，我才得知江西把药下反了，该给我的药全放进了太后的闪石里，而我吃了1个月的是大补丸。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，让他觉得我应该大补的？陛下，太后娘娘活不了多久了，乖乖待在养心宫，哪儿也不要去。
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对于这个名义上的母后，我向来没什么感情。你不知道吧？江西他心心念念要出宫，连他都害怕你，你这个怪物！我杀人，他便诛心。明明是至亲，却谁也见不得谁好过。陛下，太妃娘娘去了。爱妃，你想出宫吗？我算了，别打，我怕他说出我承受不了的答案。太后她，母妃走了，这世上再没有人疼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走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答应过不会骗你的。他果然心软了。月亮西沉，太阳东升，属于我的阳光终于照进了屋子里。